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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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才告别了冬季，泪还在眼角结着冰，与你相遇。伤痕有相同的气息，在适合相爱的天气，为你犹豫。我们在寂寞中靠近，拥抱中倦意，却不敢轻易说爱情。有些人爱着爱着就变了，而誓言爱着爱着会忘记。我们在微梦中前行，暧昧中小心搜索着幸福的道理，只怕爱着爱着又放弃。有没有爱着爱着就永远的幸运？说不定容易，很容易。一二一二。小爱同学，吹风方向往上。听不懂。
牵手的时候太冷清，拥抱的时候不够靠近。他不爱我，说话的时候不认真，沉默的时候又太用心。我知道他不爱我，他的眼神说出他的心。我看透了他的心，还有别人逗留的背影，他的回忆清楚的不够干净。我看到了他的心，演的全是他和他的电影。他不爱我，尽管如此，他还是赢走了我的心。我知道他不爱我，他的眼神说出他的心。我看到了他的心，还有别人逗留的背影，他的回忆清楚的不够干净。我看到了他的心，演的全是他和他的电影。他不爱我，尽管如此，他还是赢走了我的心。我看透了他的心，还有别人逗留的背影，他的回忆清楚的不够干净。我看到了他的心，还有别人他和他的背影。他不爱我，尽管如此，他还是赢走了我的心。
忽然之间天昏地暗，世界可以忽然什么都没有。我想起了你，再想到自己，我为什么总在非常脆弱的时候怀念你？我明白太放不开你的爱，太熟悉你的关怀，分不开，想你算是安慰还是悲哀？而现在就算时针都停摆，就算生命像尘埃，分不开，我们也许反而更相信爱。如果这天地最终会消失，不想一路走来珍惜的回忆，没有你。我明白太放不开你的爱，太熟悉你的关怀，分不开，想你算是安慰还是悲哀？而现在就算时针都停摆，就算生命像尘埃，分不开，我们也许反而更相信爱。我明白太放不开你的爱，太熟悉你的关怀，分不开，想你算是安慰还是悲哀？而现在就算时针都停摆，就算生命像尘埃，分不开，我们也许反而更相信爱。谁能够将天谁能够将天上月亮电源关掉？它把你我心魔吵得太明了。关于爱情，我们了解的太少，爱了以后又不觉可靠。你和我看着霓虹，穿过了爱情的街道，有种不真实味道。我们一直忘了要搭一座桥，到对方心里瞧一瞧，体会彼此什么才最需要，别再寂寞的拥抱。
在情歌关掉，它将你我心事唱得太敏感。当两颗心放在感情天平上，想了太多又做得太少。你和我看着霓虹，走到了爱情的边疆，有种不确定预感。我们一直忘了要搭一座桥，到对方心里瞧一瞧，体会彼此什么才最需要，别再寂寞的拥抱。我们一直忘了要搭一座桥，到对方心里瞧一瞧，体会彼此什么才最需要，别再寂寞的拥抱。你你还记得吗？记忆的炎夏，散落的风中一粒蒸发，喧哗的倒影沙哑，没结果的花，未完成的牵挂。我们学会许多说法来掩饰不碰的伤疤，因为我会想起你，我害怕面对自己，我的意志总被寂寞吞噬，因为你总会提醒，过去总不会过去，有种真爱不是我的。没结果的花，未完成的牵挂，我们学会许多说法来掩饰不碰的伤疤，因为我会想起你，我害怕面对自己，我的意志总被寂寞吞噬，因为你总会提醒，过去总不会过去，有种真爱不是我的。假如我不曾爱你，我不会失去自己，想念的刺钉住我的位置，因为你总会提醒，尽管我得到世界，有种幸福不是我的。你还记得吗？记忆的炎夏，我终于没选择的分岔，最后有谁都到达。
能点歌吗？不能，你点的我不一定会。不知道放手会不会是对的，人永远面临抉择，只觉得不走会失去自我，没了自我，灵魂被掏空，没了灵魂，拿什么感动？风吹过一大片天空，星星都好像快坠落，我把心握在手中，勉强自己不要回头，云飘过一大片天空，但终究被阳光穿透，我把头仰了起来，喃喃自语不要难过。当胸口最痛，也不去恨过，解脱在一个念头。你给我没人给过的快乐，原谅诺言变定了的咒，原谅孩子像孩子好懂。风吹过一大片天空，星星都好像快坠落，有时候路下草绳要走很久才有出口，云飘过一大片天空，但终究被阳光穿透，有时候漫长等待让人清醒承受，回忆越没人越寂寞，倔强越久心越沉重，长夜无眠还是会枕着旧梦，假如当时做什么，此刻是否会不同？转身是一大片天空，大得让我不知所措，原来要勇敢的人才能自由，才能辽阔。我现在放开是对的，像当初拥抱是对的，生命中什么时候就该去做什么，即使没有结果也拥有过程的快乐，所以回忆不再是负荷。希望我跟胡二一对儿，我俩互相不是彼此的菜吧？我觉得。我一整天一个人。给我一整天一个人沉默，最难下的决定往往是最对的，没错。那些话那些事还在心底触摸，承认吧，我们的明天却没有下落。曾经以为幸福垂手可得，当爱一旦被挥霍，反而让人更寂寞。
有天当你想起我，时间已摆平所有犯的错，也学会不再问为什么，但至少我们必须都快乐。直到有一天，面对爱情开始吝啬，会不会怀念曾有的炙热？可是当你想起我们早已经失去了联络。一路上经过各自曲折，才明白最现实的是生活。直到有一天，选某个人相濡以沫，会不会后悔现在的非走不可？给我一整天一个人沉默，最难下的决定往往是最对的，没错。那些话那些事还在心底触摸，最能把我们的明天却没有下落。曾经以为幸福垂手可得，当爱一旦被挥霍，反而让人更寂寞。有天当你想起我，时间已载入所有犯的错，也学会不再问为什么，但至少我们必须都快乐。直到有一天，面对爱情开始吝啬，会不会怀念曾有的炙热？可是当你想起我们早已经失去了联络。一路上经过各自曲折，才明白最现实的是生活。直到有一天，选某个人相濡以沫，也许会后悔现在的非走不可。多么沮丧，承认世界并不像童话，王子公主很少，喜剧收场。注释只要够勇敢，够善良，就会有仙女帮忙实现愿望。慢慢懂得，其实失恋是一种力量，因为孤独让人可以回想。是在那边该下着却没下，才到了一个不想到的地方。有时候爱是粉红的羽毛，
谁捧着都有微笑的眼角，再看他在手心真正的睡着，一起风又醒了，那么轻飘飘的走掉。我觉得我是雪白的羽毛，向往着超越自己的渺小，成为寂寞城堡，关不了能带给人幸福的奇鸟。慢慢懂得，其实失恋是一种力量，因为孤独让人可以回想。是在那边该下着，却没下，才到了一个不想到的地方。有时候爱是粉红的羽毛，谁捧着都有微笑的眼角，再看他在手心真正的睡着，一起风又醒了，那么轻飘飘的走掉。我觉得我是雪白的羽毛，谁捧着都有微笑的渺小，成为寂寞城堡，关不了能带给人幸福的奇鸟。有时候爱是粉红的羽毛，谁捧着都有微笑的眼角，再看他在手心沉沉的睡着，一起风又醒了，那么轻飘飘的走了。我觉得我是雪白的羽毛，向往着超越自己的渺小，成为寂寞城堡，关不了能带给人幸福的奇鸟。想问你，想问你是不是还记得我名字？当人海涨潮又退潮几次，那些年那些事，那一段疯狂热烈浪漫日子啊，恍如隔世。你来过一下子，我想念一辈子，这样不理智是怎么回事？才快乐一阵子，为什么我却坚持那一定是做最难忘的事？越过高山和海洋，喜悦和哀伤，不是不孤单。幸好曾有你温暖的心房，还亮着你留下的光。你闪耀一下子，我眩晕一辈子，真像个傻子，真不好意思。可是我在当时真以为你拥抱我的方式是承诺的暗示。
高山和海洋，喜悦和哀伤，不是还孤单。幸好总有你温暖的心房，还亮着爱来过的光。这些年这些事，一下子一辈子，你都度过了怎样的日子？请答应一件事，如果说我能再见你一次，请让我看到的还是你那灿烂的样子。嘿，嘿，意不意外？他背影那么轻快。嘿，要明白，人会来就会离开。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路过人间，谁都有期限，天可怜见，心碎在所难免。以为痛过几回，多了些修炼，路过人间，就懂得防卫，说来惭愧，只要让人机会，就有沦陷。嘿，别再猜，他可曾想过回来？嘿，醒过来，你很好，他也不坏，快快抹干眼泪，看昙花多美，路过人间，无非一瞬间，每段并肩都不过是擦肩。曾经辜负那位，这才被亏欠，路过人间，一直这轮回，幸运一点，也许何罪和谁都不向前，不向前。对爱和永远应该有幻觉，路过人间也才几十年，却为了爱用于蹉跎岁月。相遇离别，谈成爱执念，路过人间就忙着这些，谁有意见？莫非是心里面渺无人烟？
盼我疯魔，还盼我结局不独活，伤我冷眼，还伤我轻佻又下贱，要我阳光，还要我风景不要欢喜，我哭笑无助，还护我心如枯木，赐我梦境，还赐我很快就心情与我沉睡，还与我错的无慈悲，爱我纯粹，还爱我赤裸不疲惫，看我自弹自唱，还看我痛心断肠，愿我如愿，还愿我满里有烂卷，看我痴狂，还看我风趣又端庄，要我眉眼，还要我杀人不眨眼，祝我哭诉无助，还顾我枯木，不独为我撩人，还为我双眸失神，渡我情真，还图我眼波销魂，与我私奔，还与我作步而成花，我含苞待放，还把我欲盖弥彰。我梦境，还赐我婚外旧情，情与我沉睡，还与我错斗无慈悲，爱我纯粹，还爱我赤裸不疲惫，看我自弹自唱，还看我痛经断肠，为我撩人，还为我双眸失神，图我情真，还图我眼波销魂，与我私奔，还与我作步而成花，我含苞待放，还怕我欲盖弥彰。情我迷人，还情我眼睛透神，似我张放，还似我缺氧乖张，有我美丽，还有我贪恋着迷，愿我百岁无忧，还愿我徒有泪流。回忆组成风，欲望组成梦。回忆组成风，欲望组成梦，一个古老的形容。凝视的眼中痛，时间变成歌，无言变成默，旋转中的沉默的啰嗦。怎么好像前一秒钟还在自由放空，突然就变失落，成长变成了我和我的躯壳。怎么好像有一阵风在赶来的途中，所打中我的梦，让它在我的怀抱中彻底放空。哎呀妈呀，这啥伴奏啊，这是！我们相爱了900天，庆祝100天，用一朵花。第300天，我们带着气球到了海。雨停在天空之间，这是sorry。
停止天空之间，像泪在眼眶盘旋。也许是最后次见面，沿途经过的从前，还来不及再重演。拥抱早已悄悄冷却，海潮声淹没了离别时的黄昏，只留下不舍的余温。星空下拥抱着快凋零的温存，爱只能在回忆里完整。想把你抱进身体里面，不该让你看见嘴角那颗没落下的泪。如果这是最后的一夜，在你离开之前，能否让我把故事重写？雨停止天空之间，像泪在眼眶盘旋。是最后一次见面，沿途经过的从前，还来不及再重演。拥抱早已悄悄冷却，海潮声淹没了离别时的黄昏，只留下不舍的体温。星空下拥抱着快凋零的温存，爱只能在回忆里完整。想把你抱进身体里面，不该让你看见嘴角那颗没落下的泪。如果这是最后的一夜，在你离开之前，能否让我把故事沉淀？想把你抱进身体里面，不该让你看见嘴角那颗没落下的泪。如果这是最后的一夜，在你离开之前，能否让我把故事重写？你问谁呀？你试着问，然后我看我能不能答。因为就是关于别人的事儿，你要是问这个人跟我很熟，我的关系很好的话，我会说。但是如果说就是关系就是没有那么近，或者说他自己有隐私的话，那我就不能回答。嗯，谢谢这个叉儿啊，谢谢这个 X，你问就是咱们要涉及到人隐私啊。龙猫啊，龙猫我跟他不熟，我回答不了。深圳的龙猫是不是？嗯，你想知道什么？就是你问你的问题是什么？我看我能不能回答。嗯，来你问。
你想知道什么？你可以跟我说啊，我看看你想知道的我能不能说。对，他是我之前员工，然后呢，你想知道关于他的什么？好不好喽？就是你是以什么的角度去考量他好不好？是谈恋爱的角度，还是就是说这个人呃嗯，就是这个人是朋友交朋友，或者说信誉问题或者怎么样的人品呐、你问了一个我不能回答的，就是嗯，就是我不能回答能代表什么呢？就是就就你自己想去吧，啊，就是我不说好与不好，但是我的呃嗯呃嗯嗯嗯嗯谈恋爱的话，因为我跟他没谈过恋爱，我不知道，其他的还挺难回答的啊。来下一首歌啊。独纵黄河茉莉的风，回忆里悲哀，那股悸动，天色好红，温柔好浓，在胸口浮现你的面容，一起活在这城市迷宫，提起你名字，心开跳动，绝没重逢，只留下朋友不敢碰的那种悸动。也许我们当时年纪真的太小，从那懵懵懂懂走进各自天空，该说什么让彼此选择，但思念还转动，不能握的手，从此匿名的朋友。其实我的执着依然执着，与你无关，泪自行吸收。不能握的手，却比情人更轻厚。当所有如果都没有如果，只有失去的温柔最温柔。当有一次美梦落空，回忆里悲哀，那股悸动，天色好红，温柔好浓，在胸口浮现你的面容。也许我们当时年纪真的太小，从那懵懵懂懂走进各自天宫，那是什么让彼此选择，但不仅是尊重。不能握的手，从此匿名的朋友。其实我的执着依然执着，与你无关，泪自行吸收。不能握的手，却比情人更轻厚。当所有如果都没有如果，只有失去的温柔最温柔。
我的手，从此匿名的朋友。其实我的执着依然执着，却决心和你不再联络。不能，我的手却比爱人更长久。当所有如果都没有如果，只有失去的拥有最永久。我刚才唱歌的时候，我就突然想起刚才那个 X 啊问我那个问题，怎么这么独到啊你？你问的问题怎么一下就把我问住了？我还偷一点能说的吗？你是想跟他谈恋爱是怎么着？这个叉先生啊，你是想跟他谈恋爱是不是？啊，你让我说啥呢？你想让我说什么呢？啊，不是，你不用用钱砸我，就是你知道，就是你给我刷礼物，我一点都不意外。我就跟你说一点，就是你给我刷礼物，我不意外。为什么呢？因为我给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我不是我就一个关于我的事儿，然后让你去分析吧。啊，当时他可能是我的客户，我具体我忘了，他是我的客户，不是客户就是客人，不是客户，就是他偶尔会来这边喝酒。我我看他眼熟，然后可能我们在抖音我看见过他啊、后来呢，就是我的员工，我有一个员工啊，就是我就是鼓励大家就是员工找同事，因为那个时候员工就是我的店里的员工不太够，然后呢，我那个员工就找到他，让他来试一试，他就来试了，来试了，嗯、应该没有半个月，说老板，我能提前预支一下工资吗？我说多少？他说3万还是2万，我忘了啊。然后其实我会觉得啊，我当下我会觉得说那个都是玩抖音的啊，那我我就觉得说玩抖音的就不太会失信于人，你知道吧？就是因为他有抖音嘛，那咱们就是得要面子嘛，对吧？他直接就是没工作半个月，他就找我预支工资，后来他就每个月还，后来他就每个月都还，然后具体因为有点忘了，因为我的员工都是同性恋，然后长得都不错，就是反正就是嗯，员工太多了啊，来来走走的员工，好像是他后来好像就是嗯做的兼职，就是他没有全职，好像就是有客人他就带来，然后他就抽多少多少，后来他就突然不来了啊，他突然就不来了，不来了，那他没还完钱呢，他就不来了，不来了，里边应该还剩个4、5千、5、6千，具体我真不知道，因为就平时的事儿太多了，而且我最近喝酒，剩个4、5千、5、6千，然后他就不来了，也没跟我打招呼。我的本意其实你4、5千、5、6千，其实对于我来讲的话，我也不太介意
就觉得说那个啊，就我就其实就是生活当中就是五六千四五，因为我现在请人吃饭都是一万一万的。对你知道深圳都是粤菜，那海鲜就是大概10个人那就得上万块钱。其实我也不在乎这钱，但是那段时间吧，我就觉得说生意不是特别好，我就想让就是龙猫，还有就是说这几个营销再发动一下，让他们来上班儿然后让这个生意变好一点儿。我就跟我的跟我一个员工我说，哎，那个龙猫怎么没出现了？你让他来上班儿啊。我其实我说的比较就是直白，我说，哎，他钱还没花完呢，他怎么不来上班儿？但其实我的本意是什么呢？我就说让他来上班儿然后就增加一下，就是员工的积极性和那个就是酒吧的一个热度。然后紧接着，我那个员工给我发截图，上面是他跟这个员工说的对话。这个人就是在那个对话框里边说，嗯，就是大概的意思是，催什么催呀、我不是说别的，你们老板的格局有点小，不就这点钱吗？呃，就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不就是这点钱吗？天天催什么呀？我就催那么一次，而且我本意是让他来上班来了。然后呢，他就他就说，哎，我不是说别的，你们老板的格局真的有点小。这个截图就发给我了，发给我以后，其实我就觉得特别无语，无语他妈给无语开门，无语到家了。我就说，首先呢，我本意因为你知道，就是这个事儿吧，传达，你比如说我要是我直接让龙猫过来，那可能传达是一回事儿。但是呢，要别人去传达，可能就是语气啊，包括那个状态，他就摸不清，他可能就是可能会传达的那个性质会有一点变。但是我挺惊讶的，就是他怎么能说我格局小？就是就是你明明就是欠着工资的嘛，对吧？你明明你就是欠着工资，你欠了四五千五六千，就咱就说四五千五六千不是钱吗？而且你是我员工啊，对不对？嗯，反正就是我就看到截图了，就说我格局小，怎么的。后来他又来了，然后就又工作了几次吧，现在还有2000多，呃，还有2000多没还完，然后他就没有下文了，是吧？就是2000多不多啊，2000多不多，但是你确实有钱没还完呢，然后就没下文了。现在就是呃，就没有联系了，没有沟通了。你说这两千多，我就是这2000多吧，我也不方便说那个去要去，或者说提醒他。但是你欠别人多少钱，你自己不清楚吗？啊，就我跟他的交集就是这样啊，就是至于说这个事儿你就是其他人怎么理解那你们就是按照你们自己的认知，但我会觉得就是这个行为挺意外的挺意外的。艾尔斯现在是啥情况？什么情况？就是什么情况？你想说什么情况？你想问的是什么情况？所以就这个事儿啊，就是嗯，我个人会觉得就是这个事儿，我的视角就是，如果说我不是一个，就是我觉得我作为酒吧老板的话，我能就是在你一入职的时候，入职没几天，工作没几天，你就突然找我借钱，我能借给你，那已经算是我就是格局大了。
然后你上来借两三万，你没工作的时候你就借了两三万，我也借了啊，二话都不说。然后这个时候我要钱，或者说你还没还完钱，你不清楚吗？完了我让他来上班，他说我格局小，到最后还没还完啊。至于说其他的，就是关于这个人其他的事儿呢，我也知道，因为大家都在深圳嘛，而且就是啊，身边的朋友啊之类的都会跟他会有一些了解，他们也会传一些事情到我嘴里，不是他们的嘴里传一些事情到我的耳里，对吧？就是自己去分析啊。上次去艾尔斯都没有遇到我，我应该就是挂个照片是吗？我应该挂个照片，你们每次都能看见我。所以就是，嗯，你一下就问到了我就是我想说的点啊，就是我不知道你们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人啊？就这样的人，他他就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评价啊，就这样的人，就是你，嗯，对，嗯，对，你自己去衡量啊。这今天那个，查先生啊，查查那个，对，那不说了，对你自己去衡量啊。你要想，就是说，就是了解更多的，那其他的我也说不着，因为这不关我的事儿。但你要说那个就是，嗯，但要是你要说我俩的交集，就是这些交集啊，对，我俩的交集就是这些交集。来，下一首歌。啊、我们艾尔斯现在就是想，我们月底可能是会想改版啊，就就是改版成那个，就是可能就是更平价的这么一个就是这么一个酒吧啊。有几个人要我微信，那你好看呗，对啊，你好看，但是就是说什么呢？就是嗯，加微信咱们就是这还是要筛选一下，对不对？因为酒吧里边什么人都有，你要是小孩的话，你还是要注意一些，对不对？嗯，来，咱们唱歌。刚才我唱歌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查先生这个问题，嗯。啥时候拍真人秀？再说，得有人投资啊，我们得拉投资才拍呀，要不然我们天天，拿自己的钱去拍，完了也不赚钱，图什么呀？我们图什么？造福那个同性恋嘛？就是我们每一次拍剧，其实都是会有人投资我们才去做啊，就是你靠自己去做这样的事儿，你在中国你坚持这样的事儿，你你得有多大的财力啊？啊，你们觉得做综艺很简单吗？它是一个很烧钱的东西啊。
我的成名曲，我的成名曲太多了啊，我唱个别人的成名曲。说的。想说的多到记不得，酗酒揉成了团，被谁偷走？孤单眺望云海的时候，你我某个巷子碰头，背着小小的重重的梦，追逐回忆，天色往指尖流走，化作飞奔，穿梭闹市的风。你笑了，我笑了。你说翻越那座天空，会有谁在等着我？梦是会开花的云朵。每当阳光从头滚落，像是你的笑着我，在阳光的最深处暖暖照着我，成就了我的那首歌，更成就了你的一样生动。打伞趟过大雨的时候，许过愿早晚有晴空，背着翻山越岭那个梦，拽住命运一手在路口等我，照看紧我的人已晓得，相信我懂得我。你说翻越那座天空，会有谁在等着我？梦是会开花的云朵。每当阳光穿过滚落，像是你的笑着我，在阳光的最深处暖暖照着我。你说翻越那些寂寞，就会看到那花朵，一朵一朵天蓝粉红。幸好跟你走过，都到了这不同的时空，未来落在了眼中，我抬起了头。李茂在莫里尔会不会回归啊？原本的就是剧本设计是会回归，但是呢，不说就不说啊。原本的剧本设计是会回归，但是还是会死。就是第二部其实，嗯，是更惨烈的，就是这个人必须得死，而且是会在你们，就是会在镜头里死。对，原本啊，原本。亲爱的。
亲爱的，你躲在哪里发呆？有什么心情还无法释怀？我们总把人生想得太坏，像旁人不允许我们的观。每一片与众不同的云彩，总需要找到天空去存在。我们都习惯了原地徘徊，却无法习惯被依赖。你给我这一辈子都不想失联的爱，像是爱的征途就是星辰大海，美好剧情不会更改，是命运最好的安排。你给我这一辈子都不想失联的爱，就算你的呼吸远在千山之外，请你相信我给的爱值得你爱。走过陪你看流星的天台，熬过失去你漫长的等待，好担心没人懂你的无奈，离开我谁还把你当小孩？我猜你一定也会想念我，也怕我失落在茫茫人海。没关系，只要你肯回头望，会发现我一直都在。你给我这一辈子都不想失联的爱，你的每条讯息都是心跳节拍，每秒都想揽你入怀，全世界你最可爱。你给我这一辈子都不想失联的爱，就算你的呼吸远在千山之外，请你相信我给的爱值得你爱。忍不住化身一条固执的鱼，你这样流独自游到底。年少时候虔诚发过的誓，沉默地沉没在深海里。重温几次，结局还是失去你。我被爱判处终身孤寂，不还手，不放手，闭上画不完的圆，
心中填不满的缘是你。为何爱判处终生孤寂，挣不脱，逃不过，眉头解不开的结，命中解不开的结是你。失去你，我失去你。忍不住化身一条固执的鱼，逆着洋流独自游到底。年少时候虔诚发过的誓，沉默地沉没在深海里，周而复始，结局还是失去你。我被爱判处终身孤寂，不放手，不放手，闭上画不完的缘，心中填不满的缘是你。为何爱判处终身孤寂，挣不脱，逃不过，命中解不开的结，命中解不开的结是你。我失去你，我失去你。幸福就像花期开到荼蘼，爱情留在秋天独自叹息。9月的天气下起大雨，淋湿我的思绪。
雨后的花瓣散落一地，把它做成书签，独自自己。时光冲淡往事，鲜艳褪去，留下泛黄的痕迹。我们之间的爱情的像空气，而我依然承受不起。往往是在心底不停地堆积，如果你不懂珍惜，思念会过期。我们之间的爱重得像空气，而我依然承受不起。而回忆太拥挤，我无法呼吸，只能拥抱着过去，假装那是你，不曾远离。雨后的花瓣散落一地，把它做成书签，独自叹息。时光冲淡往事，鲜艳褪去，留下泛黄的痕迹。我们之间的爱情的像空气，而我依然承受不起。任往事在心底不停地堆积，如果你不懂珍惜，思念会过期。我们之间的爱重得像空气，而我依然承受不起。而回忆太拥挤，我无法呼吸，只能拥抱着空气，假装那是你。幸福隔着玻璃，看似很美丽，却无法堆积。也许擦肩而过的你，只留下一种痕迹在我生命里。我们之间的爱情的像空气，而我依然承受不起。任往事在心底不停地堆积，如果你不懂珍惜，思念会过期。我们之间的爱重得像空气，越想逃离，却越沉溺。而我已太拥挤，我无法呼吸，只能拥抱着过去，假装那是你，不曾远离。你和龙二下周六周日有空去君悦自助餐吗？我请以多谢你们付出的时间，制作很多精彩片段啊。首先我没时间，龙二呢他好像不在国内，再有呢就是我们做的事儿吧，其实算是我们个人爱好。不用大家就是说，就是说请我们吃饭之类的啊，就是咱们就是，而且就是其实我们其实，呃，对于这种饭局，我们是有点儿，就是不知道怎么去，就是这我我更习惯和就是愿意参加就是熟人的饭局，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君悦的自助餐不好吃，
我吃过，而且海鲜特别不新鲜，嗯，所以也希望你也不要去吃，嗯，齁贵，不好吃，大概是我那个时候好像是500块钱一位啊，海鲜不新鲜，嗯，然后种类很少啊，非常一般。500多块钱，我去海鲜大排档，我能点好多吃的，没必要在什么啊。来，咱们下一首歌。还有我其实我挺想告诉大家，就是说你们喜欢一个网红啊，一个主播呀，你们千万别请人吃饭啊，你会把这帮人惯坏的啊。就是你要是真的是就是有事儿找他，可以，你就因为喜欢，然后你请他吃个饭，他会迷失方向的，他可能会觉得说，以后就是靠这张脸可以行走天下的啊，这对他们不好啊。因为我说的更直白一点，就是如果是你对这个人有需求，他能帮到你啊，你请吃个饭没问题啊。那单纯喜欢，这帮人不会给你往来的，就是你付出的，就是没有回报的啊，就是肉包子打狗啊，就没必要啊，你自己吃点好东西多好啊，对不对？你就比如说我们赚钱，我要赚他的钱，哎，我们有个生意，我请他吃个饭，这不过分，这是正常啊。就是我用小钱换大钱。那你说你请什么网红吃个饭，你图什么？你是在这个饭里能下点药啊？你能把他带走啊？啊，不太现实啊，就不要做这种行为啊。这帮人自己已经很飘了啊。我说的不是龙二啊，就是我跟龙二，我俩还那个那什么啊，我俩还就能沉得住气啊。就我和龙二吧，大钱没有，但是起码到小康了啊，我俩都就是还可以，嗯我俩算是小康。小康是什么水平？就是有房有车，嗯，
我觉得这算到小康了。我们是一线城市，有房有车。嗯嗯，大概是这么个水平。小康是有几个亿的小目标，几个亿的小目标。说话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那个叫肉壮熊。小康是有几个亿的小目标，小目标就是亿，小目标是一个小目标就是代表1亿。你有几个亿的1亿？你想表达什么？你老婆呢？她在上班，胖了是啊，胖了。你不是我菜，我跟很多日本酒吧老板都会吃饭啊。我跟很多日本酒吧老板都会吃饭啊，就是你会跟他们吃饭是不是？行，对，挺好。我就是给你提个醒，我就说这钱不是这么花的，而且就是呃，喜欢一个人呐。啊，什么交接啊？我知道，你不用解释啊，你不用解释，我知道你的意思。我的意思就是说就是不用请别人吃饭啊。对，小康就是，哎，对了，这个解释，对，是小康，他不是说一个数字啊。不好意思，你误会了，我没有误会那个香港大叔的爱，我没有误会，我没有误会。哎呦，我的天呐，您这不是你，你就是请我吃饭，不，这你不说的很明白了吗？就是我没有误会。你的意思是因为我们拍了片儿，拍了剧，所以你会感谢我，所以说就是，哎，然后你请我吃饭，我没有想到你什么喜欢我，我不会想这一步的。我的意思是什么呢？我说你这有钱吧，你自己揣好了，你别嘚瑟，能明白不？那个香港大叔的爱，你是国语能听懂不？我没有理解为你喜欢我才请我吃饭，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兜里有俩钱你揣住了，你别嘚瑟。我们也就是说，做这些东西是我们个人的爱好啊，你不用感谢我们，请我们吃饭，我就这个意思啊。这回能听懂了吗？你喜不喜欢我，我能感觉到啊。你这对我说的很实在啊。什么你我知道你不喜欢我，我也不喜欢你。能明白吗？就是我没有那种就是自恋到那种别人他妈一跟我说话，然后我就感觉到说是什么别人喜欢我，没有啊。我没有，就是别人正常跟我说话那正常，因为我开酒吧的，有很多的顾客什么的都会来找我，就拍合照怎么样？那拍个合照就是人家喜欢我呀。对不对？那我是我是做实体酒吧的，我这点我能不懂吗？对吧？啊，能解释的能明白。香港同胞，香港同胞，因为我们在深圳，我们周边的那个就是那个香港人，香港同胞特别多啊，是吧？就是在深圳，香港人就是很多很多的啊，千万不要就是不要这个就是说什么，我觉得我有什么自恋狂，没有啊啊。拍照可以，当然可以啊！我这酒吧我一直在拍啊，人人来我酒吧都可以拍呀。嗯，别激动，我没有激动。小米空调怎么样？我刚安上，我不知道啊。
啊，什么什么不，你不是我的菜。我经常跟日本那个老板什么一起交际吃饭，这个我知道，不在意。你愿意跟谁吃饭吃饭，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就是说那个，因为感谢我们请我们吃饭，我们也不就是我们做这些事儿就是为了自己的业余爱好啊，没有说别的，没有觉得你喜欢我，哎呀妈，这一天。我只是想跟客人吃饭，对我是一个很平凡的交际的事情。是对你是平凡，我的意思就是说你，我的意思就是说呀，我我们是经常吃饭，但是那个就是说有一些小朋友或者说一些小网红，他们会就是觉得吃饭就抬高他们了。我说那个那什么，我说你别惯他们啊，就这么个意思啊。哎呦我的天呐，我都不想解释了，我觉得我表达没有问题吧？啊，别搞地域歧视，谁搞地域歧视了？你从哪一句话？这不咱们直播间里怎么这么多？就是那个，哪一句听出来有地域歧视啊？啊，那个叫什么东西啊？叫什么？十亿？谁搞地域歧视了？上面有啊啊！我看一下，上面也没有啊，我也没看着啊啊！没有地域歧视，谁歧视谁呀、都是中国啊。嗯，说不定日后他介绍一些合适的人吧。酒吧老板又不是拉皮条的啊，我们不干这种事儿啊，我们就是因为我也是酒吧老板，我不干这种事儿啊啊。你就是广东人的话，都不会随便跟你吃饭。是的，就是可能就是大陆人可能比较内向内敛，就可能就是不太愿意，或者说不太擅长跟陌生人打交道和吃饭啊，这个意思啊。大陆人都是这样的一个保守的一个习惯啊，不认识怎么吃啊，对不对？香港人都很随和，香港人是非常非常，就是我接触的香港人啊，都是非常非常看着非常有啊素质，然后有学识啊，对，是我接触的香港人都是这样，就看着就非常有素质，素质也很好，然后最主要的是学识，非常非常看着就非常有文化啊。一方不差钱，一方嗯，谁呀？你说谁不差钱不差饭？你说谁不差钱不差饭？我们就是没有这个习惯，嗯，就是我们完全没有这个习惯。你是说，就比如说有外地的朋友来了，就是你知道，就我们经常会有一些外地的观众，外地的观众来深圳，然后就来我酒吧见面，就说：“哎，那个百里能不能给你拍个照片儿？”我说：“拍呗。”拍。然后就说：“能不能就是抱一下？”我说：“那抱呗，我觉得这都无所谓的啊。”但是他那个就是大概2、3点钟就是酒吧散场的时候，他就会发出邀请，他说：“哎，晚上能不能一起吃个宵夜？”我说：“我不去啊。”我说：“我不去。”他就会觉得说：“啊，前面都很好，为什么说吃个宵夜不去呢？”这是个人的习惯
啊，就是这是个人习惯，也没有觉得说去了就会怎么着。但是为什么大半夜的我要跟你去吃个饭？我自己叫外卖我也能吃啊，就是如果我饿了的话，就是我没有这个习惯去跟陌生人那么晚，然后去吃个饭，或者说就没有这个，对吧？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懂，对吧？对啊，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懂，反正我表达的我觉得很清楚了啊，我不是会觉得说他请我吃饭，他就是要领我去酒店啊，不是这样，是我真的没有这个习惯啊，就没有这个习惯。可能有的人他就天生爱社交啊，人家一请吃饭他就去啊，反正我身边的大多数人都没有这种习惯啊，你也不了解他呀，对吧？他一个外地人，对吧？他第一次来这边儿那他万一要出了什么事儿，你是不是得担责任？或者说你出了什么事儿啊，你去找谁去？对不对？我表达的很清楚了啊，不要在这个问题上纠结了啊。我不去不是因为我察觉到他喜欢我，我才不去的啊。我察觉不了别人喜欢我，而且就是说，别人喜欢我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愿意喜欢喜欢，愿意讨厌讨厌。我有对象，然后那个我的生活很充实，很满啊。我不在意别人怎么去理解，说你喜欢我，你怎么样的，这跟我没关系。你喜欢我这件事情，对你是有关系的，对我可以知道我可以消化，我可以装作不知道，或者说我压根儿我就不去知道啊，能明白吗？嗯，就是，哎妈，我一天就接触这种关系，我太多了吧？我就我就平时，对吧？嗯，吃饭不是刻意的，太支持你的这个好习惯了，就是没必要嘛。不熟怎么吃啊？聊什么呀？啊？你说你不熟，完了这个人就是你跟他吃饭聊什么？一直聊感谢，我说谢谢，就是你知道，就有的时候就是那个外地的朋友来我酒吧，然后拿起酒就开始跟我就是赞美我，你知道吧？外地的一些观众拿起酒杯，然后就开始赞美我说，哎，你剧拍的太好了，我从小看你的剧，然后我就特别喜欢你某一部剧，然后也喜欢这个演员，哎，那个你俩真的没有发生关系吗？这个时候就尬住了。我说真没有。那他们的片酬是多少啊？他们来拍戏。我说没有片酬啊，没有片酬，然后就免费上你的剧吗？我说对呀，那我能不能上呢？我说这哪儿跟哪儿啊？你知道，就他们就问的就是所有人都能上你节目，我说所有人，那我能不能上呢？我说，哎呀，你知道，我其实挺怕这种的啊。一般就是别人跟我喝酒，我说敬一杯酒，我赶紧走。要往下聊的话，我就不知道该怎么聊了，能懂不？就是就是他们对在哪儿？什么在哪儿？酒吧在哪儿是吧？啊，对，就是酒吧在那个罗湖区啊，香港的朋友你来罗湖区比较方便啊。就是，所以我一般呢，就是别人跟我喝酒，我喝，拍照我拍啊，拥抱啊，我都可以。但你要让我坐下来跟他聊天儿，我觉得太难了，很难。他们就是就是很难啊，很难。回到演戏的颜值，就现在有点垮，那你可以把你的眼睛戳瞎，或者说关上直播，不能要求别人，能明白吧？那个叫守村人，你在你的村里别出来，行吗？就是你不能要求别人，
无论你是抱着一个什么样的心理，或者说你带着一个调侃的语气，不好意思你说的这个话就是挺让人反感的。嗯，就是你让别人回去，你你这个有点难啊。你让你妈妈和你看起来像同岁，你觉得可能吗？你让你爸爸那个回到那种大灌篮的时候，你能吗？就是对不对？就是这个有点困难。嗯，而且我们说实在的，呃，就是演戏啊，嗯，都化妆，本人他就长这样，但是化完妆他不一样啊。化完妆他那个对吧？而且我又是做酒吧行业的，我这3年酒吧行业，脸呐，你说能不垮吗？天天喝成那样，对吧？嗯，就是你知道一个人喝酒，你知道我做了3年半酒吧老板啊，我开了3年半酒吧老板啊，我身体倒还好，但是我的记忆力非常的差，就你喝酒喝的呀，记忆力非常非常的差，我现在就员工我都认不全，你知道吧？就有的时候就是，哎，他叫什么来着？我就想半天，我叫这个员工我想不起来。还有就是，比如说这帮员工多大了，我就反复问。他说你已经问过我好几回了。我说哎呀，我真忘了啊。对，做酒吧老板就是会喝酒嘛，不喝你酒吧别开了。嗯，就是我们还是你知道，就是那些喝酒的人，他们特别爱一种是什么感觉？特别是你像我这种，经常他们会带着自己的朋友过来，说：“哎，我认识这个酒吧老板，我给你叫过来，服务员叫一下你们老板过来啊。”你就说那个谁谁叫他，结果我就想不起来这个顾客是谁，我去见他，我也不知道他是谁。然后我就莫名其妙去了，去了以后咣咣一顿跟我喝酒，哎呀妈，咱俩这关系特别好，然后我就想不起来，我说这关系特别好，我怎么想不起来？哎呀，想了半天，后来他就说，哎，我曾经在那个厕所遇到你，嗯，就是可能是这个关系，就是经常会有，我记不起来，嗯，受影响了嘛。我这3年亏的钱，就是很庞大啊。但是你知道，就是我是对自己会有一个，我对我的人生会有规划，而且我最大的规划其实就是经历。你们这句话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听懂，就是我觉得我觉得一个男的，你不要做守财奴你不要做守财奴，而且你不要怕错，你也不要后悔。就一个男的最大的财富就是经历就比如说别人聊什么的时候，你能跟人家明白人在说什么，甚至呢就能加入他们你对一些事情你有独到的见解，我觉得这是难的就是我对我自己的就是规划就是什么呢？我要多去经历一些我没经历过的事儿。比如说这个做实体，其实就是我当年做自媒体之后，我就急切的我想做的一件事儿，因为我觉得我我就觉得自媒体其实会让我丧失很多能力，比如说自媒体会让我丧失责任心，一个动手能力，然后协调能力，我觉得这个都会丧失，因为自媒体我觉得自媒体它是一个比较小众的一个事儿，就是一个小群体的一个事儿，但是你要做实体店，你就会把自己格局打开，人的个性打开啊，所以我当年毅然决然的就做了这个酒吧啊，就是所以就是我的理解就是，无论说
这3年亏赚，这不是我思考的。我在做这件事儿的时候，我就没考虑这件事儿，我就考虑就是说，哎，我想做，那我就做，做了3年啊，理解了，然后懂了，啊，学到了，见识了，可以了，能懂吗？酒吧还会开下去吗？我们会以另外一种方式，我想把他那个就是，呃，这个还不确定。我想把他就是，我想做幕后，我想我想给别人，然后我自己有一点点股份就好。啊，就是有一点点股份就好，我不想全心的去投在这个酒吧上了，我心思不在这儿了，因为我觉得3年经历了，够了，完整了，可以了，啊，能懂不？嗯，主要收入来源，我我主要收入来源，我哪有收入啊？我现在，嗯，我哪有收入啊？我现在每个月都亏钱的，好吧？啊，嗯。你现在做酒吧的、做餐饮的，哪有不亏钱的？你们你们就觉得说，你知道我跟那个大鹏分手的时候，我就跟他聊天儿我特别诚恳的，我跟他聊天儿我说你再找对象啊，你千万别找那个什么私企的老板，现在老板都亏钱，都亏钱，然后经济都出了问题，所以就是你别找老板，你找个什么国企的公务员儿啊，这什么就是稳定一点儿的工作啊，你就做，就找这种对象就行，你别找那个什么什么老板，这个年头老板特别惨，对，都亏钱，没有不亏钱的，我告诉你，就是大多数人都亏，你不能说全都亏，然后有的人你明明感觉到他在亏，但是他就是赚钱。我给你们解释一下，因为做生意这个东西吧，哎呀，做生意这个东西，你不能去跟别人说你亏钱，因为生意这个东西吧，它都是那种就是你说它好，你对外你一定要说它好。但是我这个人呢，我就不爱撒谎，我也不爱就是那个怎么样，就是我实际情况我就会跟大家说啊，就是就是有的人明显就是你的上座率特别低，完了你对外说，哎呀，我们还行啊，这个月没亏，你那个上座率你怎么可能不亏呢？啊，包括就是有一些演唱会啊，它上座率非常低啊，然后就是那个可能歌手就会澄清说啊，我们都卖出去了